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申请强制执行。9月27日，赵丽颖申请强制黑粉道歉空降微博热搜。法院公告显示，秦某某在新浪微博发布的博文构成以侮辱方式侵害赵丽颖名誉权，被判赔偿赵丽颖2.8万元，同时要在微博置顶公开向赵丽颖赔礼道歉。然而，在判决生效后，秦某某未履行致歉义务，赵丽颖申请强制执行。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已有多位网民因侵犯赵丽颖名誉权被起诉。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支持赵丽颖维权。赵丽颖申请强制黑粉道歉，此前曾多次起诉黑粉。9月27日，法院公告称，原告赵丽颖与被告秦某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2经0491民初884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秦某某是新浪微博账号领赏因 UID 为2101677582以下简称涉案账号的注册人和实际使用人。结合被告秦某某在涉案账号上发布的涉案博文以及其配图、视频等，可确定11条涉案博文直接指向原告。在涉案博文中，吐了、就这种或等内容具有明显的侮辱和贬损人格尊严的含义，降低了原告的社会评价，构成以侮辱的方式侵害其名誉权。玩什么啊？除了进剧组公费谈恋爱，啥都不会了等内容缺乏事实依据，且易使公众对原告的人品产生负面评价，损害了原告的社会形象，构成以诽谤的方式侵害其名誉权。综上，本院认为被告秦林红发表的涉案博文已经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原告有权要求侵权人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判决如下：一、被告秦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新浪微博账号领赏因 UID 2101677582主页置顶公开向原告赵丽颖赔礼道歉，持续时间不少于30日。致歉内容需经本院审核。如被告秦某某逾期不履行上述内容，本院将依原告赵丽颖申请，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本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秦某某负担。2、被告秦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赵丽颖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合理支出8000元，共计28000元。3、驳回原告赵丽颖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生效后，秦某某未履行致歉义务，赵丽颖申请强制执行案号2023经0491值2376号。现对上述判决主要内容予以公告。这并非是赵丽颖第一次状告黑粉。今年8月15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告送达赵丽颖与陈某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新进展，陈某某被强制执行3万元。案件流程显示，2022年8月法院向陈某某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2023年5月，该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审理终结。去年12月，李某刊登道歉声明。声明中称其曾在个人微博账号上发表许多针对赵丽颖的侮辱性且纯属造谣的不实言论，对赵丽颖名誉权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其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现通过登报方式向赵丽颖致以诚挚道歉，并承诺不会再以任何方式发表侵犯赵丽颖名誉权的内容。众多明星纷纷起诉黑粉。近年来，越来越多明星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应对黑粉攻击。除赵丽颖外，今年以来已有张艺兴、赵露思、谭松韵、迪丽热巴、杨幂等多位明星起诉黑粉令其道歉。其查查显示，9月20日，法院刊登王某某向张艺兴致歉公告，案由为侮辱罪。
公告显示，王某某曾公开发布多条侮辱、诽谤张艺兴的博文，这些微博内容缺乏事实依据，造成了不良的引导，也给张艺兴带来了恶劣影响。对此，王某某深感抱歉，其深深地意识到网络不是法外之的，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相应的代价。希望广大网友引以为戒，在错综复杂的网络世界里，不要盲目、情绪化的表态，更不要毫无事实依据的去捏造事实，博眼球、博流量。近日，法院还刊登了吴某某向赵露思致歉公告。公告内容显示，其发布了一篇侮辱、诽谤赵露思女士的帖子，致使赵露思女士的名誉权受到了严重损害。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于侵权行为给赵露思女士造成的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感到十分的懊悔和愧疚，在此真诚地向赵露思女士道歉，对不起。此外，由于该侵权网友家庭条件不好，一家人仅依靠父母打零工来维持生计，其也还不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无法支付高昂的赔偿金。赵露思女士在了解到其家庭情况后，同意和解的请求。此外，近日法院刊登李某向谭松韵致歉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其曾发表一系列侮辱、诽谤谭松韵、侵犯谭松韵名誉权的言论，致使谭松韵的名誉受损，造成了恶劣的负面社会影响。其已深刻意识到错误，并向谭松韵郑重致歉，现已将发表微博删除，并于道歉事宜完毕后注销微博，郑重承诺以后不会发布损害谭松韵名誉权的言论。据九派新闻，今年7月，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与徐某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审判决书公开。文书显示，原告迪丽热巴诉称，被告在微博通过虚构事实、编造引人误解的言论及对原告的照片进行侮辱性图像处理等方式，在网络平台肆意谩骂、公然造谣、诽谤、重伤、抹黑原告，对原告的名誉和精神造成损害。被告辩称，其在微博中的言论系原告粉丝故意挑起争端，引导被告发表过激言论。被告用词不当，并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危害结果，应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持续性的在涉案微博中发布侮辱原告人格言论，超出了言论自由的界限，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徐某某在其微博首页置顶位置向迪丽热巴赔礼道歉，并赔偿迪丽热巴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开支共计1690元。今年1月，根据人民法院报公告，一位杨幂的黑粉因侵犯杨幂名誉权一案登报致歉，并表示已全部删除此前发布的侵权信息，今后绝不再侵犯杨幂的合法权利。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9月25日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依照意见规定，检察机关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侮辱、诽谤犯罪行为，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网络暴力行为，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意见要求准确适用法律，针对网络暴力的不同行为方式，分别以诽谤罪、侮辱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定罪处罚。意见指出，基于蹭炒热度、推广引流等目的，利用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等推送、传播有关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信息，符合刑法规定的，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所发现的有关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信息不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符合刑法规定的，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定罪处罚。意见要求
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应当体现从严惩治精神，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公平正义。要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恶意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实施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具有以下5种情形之一的，依法从重处罚。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施的，组织水军、打手或者其他人员实施的，编造涉性话题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的，利用深度合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布违法信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发起、组织的。意见强调，根据刑法第246条第2款的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害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判定。同时，意见还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所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不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意见还就落实协助取证、加强立案监督、强化衔接配合、促进综合治理等作出明确规定。